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中国楼市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住宅类法拍房挂拍量超20.2万套，同比猛增12%以上。在这些法拍房背后，是无数个令人心碎的故事。以广州为例，当地一家法拍房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，断供的人群主要有3类：工薪阶层、小企业老板以及炒房客。其中，工薪阶层和小企业老板占比高达80%。很多工薪族3至5年前在高位时买房，几乎花光了3代人的积蓄。而小企业老板则是为了贷款经营，不得不购房抵押。但现在经济下行，他们的生意难做，无法承担贷款压力，只能选择无奈断供。该工作人员无奈地说。据其透露，每一起法拍案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。有的当事人住进了 ICU， 家里人实在是没有钱了，不得不选择断供。有的家庭做生意失败，房子被拍卖后依然欠银行钱，失去了信誉，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，无家可归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这种悲剧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。数据显示，郑州、厦门、福州、苏州等1线城市的法拍房规模年增幅均超过40%。1线城市向来被视为楼市的稳定器，如今也难逃劫难。法拍房成交率不断下滑，平均折扣也达到33%。其中，位于核心地段的豪宅成交率相对较高，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和金融属性，可以抵押贷款。而位于郊区的普通房子则几乎没有人问津。一名江苏南京的法拍房中介表示，近2年法拍房数量明显增多，成交价通常低于二手房，流拍率高达70%至80%。第一轮以7折起拍，流拍后第2轮再打8折，基本就是房价的5、6折。即使成功拍卖，银行也难以收回成本，因此会尽量劝说买家不要断供。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，这位中介坦言，如果没有足够资金，我不建议买房，还是租房为上策。经济这么不稳定，保留现金很重要。当下，中国已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断供潮，这不仅是对广大购房者的沉重打击，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重影响。资深经济学家何青莲表示，这种规模空前的断供危机，意味着中国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法拍房不断涌现的同时，中国楼市的整体供需状况也陷入低迷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7月，中国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.5%， 2线和3线城市分别下降0.6%和0.7%。与此同时，1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同比下降4.2%， 2、3线城市分别下降4.8%和5.8%。这意味着，即使是被视为避风港的1线城市，房价下跌势头也难以遏制。广州、深圳等1线城市的房价甚至出现2位数跌幅。业内人士预计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中国房地产市场都难有起色，而二手房市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据诸葛资料研究中心最新数据，2024年7月，百城二手房市场均价跌至14329元每平方米，较去年同期下跌7.05%，创下17个月来最大跌幅。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数据。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感慨道，中国楼市正处于深度调整期，供需双双下滑，这意味着房价难有起色，恢复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究其根源，专家分析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导致。经济增长乏力是一个关键原因。在疫情反复和贸易摩擦的大环境下，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，消费者信心受挫，
导致房地产需求大幅降低。金融环境的收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为抑制房价上涨，中国政府连续出台调控政策，大幅收紧房地产贷款。银行在审慎经营的背景下，购房者很难获得贷款支持。此外，供给过剩的问题尤为突出。多年来，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各地政府大举投资，导致供给严重过剩。即使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，新房依然不断进入市场，加剧了供需失衡。当前，中国楼市正处于深度调整期，下行风险十分巨大。在供需双跌的局面下，房价复苏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。业内人士预计，未来3至5年内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格局恐难有太大起色。面对楼市持续低迷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8月2日发布一份中国经济年度审查报告，呼吁北京动用一次性财政资源约1万亿美元来完成和交付预售房产，或对购房者进行补偿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中国当权者以避免公众形成政府兜底预期为由，果断拒绝了 IMF 的这一建议。资深经济学家何庆莲分析指出，中国政府拒绝 IMF 建议的主要原因有2点。其一，救楼市所需资金庞大，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财政困难时期。根据 3% 的财政赤字率计算，全国财政赤字已达40600亿元，有限的资金需要维持地方政府的核心功能。其二，中国政府经过多年对房地产的调控后，已意识到继续向房地产注资施救是饮鸩止渴，因此他们选择不再去救那些注定要破灭的泡沫。事实上，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救助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如今，他们显然已经失去了继续支撑房地产市场的勇气和决心。有专家指出，中国政府宁可让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自然破裂，也不愿意再次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去维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 IMF 还是其他国际组织，恐怕都难以改变当权者的决心。中国楼市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，而当局选择坐视不管。除了居民用房，中国商用房地产市场也遭受了重创。以深圳为例，知名科技作家陈根调研发现，当地写字楼的空置率竟高达 70% 以上。这并非个例。据业内专业机构数据显示，2023年底，北上深3大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均超过 20%， 其中深圳更是高达 26%， 上海和北京也分别达到 21.8% 和 21.7%。进入2024年，这一情况并未好转。第一季度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为 18.3%、15.77%、18.4%、27%。尽管环比有所下降，但整体依然处于历史高位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2方面：一是由于经济不景气，企业需求大幅下降；二是新增写字楼供给不断，加剧了市场竞争。不仅如此，写字楼的租金水平也遭遇了重创。据戴德梁行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1季度末，一线城市写字楼平均每月租金为216元每平方米，同比下降 5.7%， 已回到2011至2012年的水平。在深圳，平均租金更是降至 165.9 元每平方米。而在上海，核心商圈的租金更是跌至 8.84 元每平方米每天，新兴商圈更是跌至 6.11 元每平方米每天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不少大型企业不得不调整办公场所。京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7月，南都记者获悉，京东打算搬离深圳卓越前海1号，这是其在深圳最大的办公场所，有近1000名员工。
业内人士分析，这或许是租金过高，导致职场运营成本过高所致。事实上，除京东之外，其他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加入了寻找性价比更高写字楼的行列。一位前海1号工作人员透露，京东所在的16-17层现已空置，待基础装修的价格为165元每平方米每月，经过谈判可以降到100至130元每平方米每月。可以预见，随着更多大企业效仿京东主动离场，深圳以及其他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租金将继续走低，这无疑是对这些城市商业地产市场的又一沉重打击。中国楼市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，无论是居民用房还是商业房地产，都陷入了严重的供需失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破裂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。对于广大购房者来说，眼下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。面对愈演愈烈的断供潮，他们不仅失去了住房，还可能背负巨额债务。而对于那些依赖房地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，这场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毫无疑问，未来一段时间内，中国房地产市场都难有起色。在这场漫长的调整过程中，还会有更多令人心痛的故事上演。只是不知，当这场危机终于平息，中国社会又将留下怎样的创伤？